2023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26号上午隆重开幕。为期5天的活动重点展示空军建设发展成就，歼20、歼16、运油20、直20、无侦10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空军81、红鹰、天之翼3支飞行表演队炫舞蓝天。这些亮丽的空军名片有怎样精彩绝伦的表演？13型45架飞机空中展示如何震撼全场？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带您直击现场。 这里是空军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的开幕式现场，天在高昂的小号声中，空军军乐团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唱响蓝天，欢聚长春。在这里，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一系列先进的航空设备和空中展示，相信大家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人民空军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上午9时许，红鹰表演队8架飞机腾空而起，拉开飞行表演的帷幕。 紧接着，歼教9、运油20、歼20、歼16等国产军用飞机先后进行了空中展示，一系列高难度飞行动作让观众纷纷赞叹飞行员的高超技术和战机的卓越性能。运油20首次在公众面前与歼20 4机组成护航编队低空通场，率先引爆全场。 此架歼20紧紧拱卫在运油20周围，御风飞行，追梦空天，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骄傲。当运油20释放出2根加油管，与2架歼20、2架歼16组成空中加油编队低空通场时，现场气氛瞬间达到高潮。我们运油20与歼16、歼20编队通场是我们日常训练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斗编队战术之一。 展示了我们这种最常用的战训加油常态，间隔和距离几乎没有，只是有微量的一个小的高度差，它基本上就是4机融为一体了。这需要空中长机和僚机之间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个配合。小速度的情况下，可能然后对飞行员的来说呢，可能需要更精准的一个操作，要求你的精准程度在几厘米之间吧之内。 事实上，运油20首次向公众进行静态展示，就是在2022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上。今年，运油20又首次向公众动态展示加油编队，可以说是续写了与北国春城的不解之缘。运油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载油量更大，飞行距离更远。跟油20在一起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觉得加油速率非常快。 给的油非常多，就是说我们飞行员在空中吃得很饱，就有力气去干活。运油20还首次向公众展示了释放红外干扰弹，整套单机展示持续近8分钟，充分向公众展示了运油20的自卫防护和应对威胁规避的能力。歼20威龙依旧是老百姓的心头好，也是飞行表演的重头戏。4机钻石通场，4机对穿，单机大仰角拉起跃升俯冲。 单机大仰角、2字半上升、横滚等精彩纷呈，刺激惊险的表演动作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空军歼20飞行员董俊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详解了编队飞行时的难点和表演动作背后的实战意义。在低空大表速，特别是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操纵技能就要求很高。那时候的飞行员的注意分配，僚机的可能要盯着长机。 然后长机呢，可能以外界为主，很少有时间去关注自己座舱内部的环境，就要靠飞行员建立很全面的态势感知然后来整个外界的环境都在自己的脑海之中。现在所有的飞行表演动作都是平常我们训练动作或者作战动作的一种演变肯定是有战术意义的。比如说这种急剧的拉起可能一般用于进攻；这些急回转然后下降可能会用于防御。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担负歼20飞行表演任务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是新中国组建的第1支空中作战力量，也是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得击落敌机88架的战绩，是名副其实饱经战火硝烟洗礼的英雄部队。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歼20滑行时，飞行员挥动鸭翼向观众致意，并挥手互动。 热情的观众们一致回以热烈的欢呼声。我看到了歼20，就是感到我们科技真的是很大进步，能够体会到我们军工实业和空军的强大。大飞机领4飞机，还有歼20，4个这是头一回，这是非常漂亮，感觉特别震撼。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发源于空军航空大学开学典礼。
自2011年以来开始走进公众视野，成为空军的一张亮丽名片。就在1周前，空军出动多架约20飞机，从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和成都5个登机点集中运送新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据悉，今年空军招飞录取数质量创历史新高。26号，这批新学员穿着空军蓝，英姿飒爽地参加了史上最牛开学典礼。空军航空大学毕业的董俊再次回到母校，感慨万千。他寄语新学员要传承和发扬东北老航校的精神，苦练精飞，制胜未来。如果就是你真的有一颗爱国之心，然后想把自己的青春和梦想跟祖国联系在一起，真的可以加入我们。如果真的想崇尚荣誉，然后希望得到祖国的认可，真的可以加入我们。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人才呢是关键吧。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对人员的素质要求呢越来越高，要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到空军部队，去操纵这些先进的装备。除动态展示外，今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还有96型137件地面静态展示装备参展，以及空军馆、航空工业馆、航空航天制造配套馆、航空航天沉浸式体验馆等7个室内展馆。广大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摩装备静态和战鹰飞天，而且可以置身于航空模拟、太空探索、科幻武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更好感受航空航天的独特魅力。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开幕式上，81飞行表演队再一次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视觉盛宴。这也是81飞行表演队换装歼10C 表演机之后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深圳卫视也在现场专访了81飞行表演队女飞行员何小丽，讲述空中芭蕾的故事。开幕式上，81飞行表演队6架歼10C 表演机在空中迅速集结组成舰型编队低空通场，在空中拉起6道绚丽彩烟，以空中最高礼仪向现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81飞行表演队表演了单机大仰角上升、4机菱形编队、5机水平向上开花、6机三角队斜筋斗等众多特技动作。近20分钟的空中芭蕾表演，充分展现了空军飞行员过硬飞行技能和歼10C 优越的机动性能。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在现场专访了空军81飞行表演队飞行员何小丽。据何小丽介绍，开幕式上的表演是他们针对长春的天气情况精心编排的一套全新动作。其中最有一个代表性的动作就是我们的4机横队拉起。这个动作不仅要求我们飞行员要有精湛的技术，同时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因为它在要求我们和长机4架飞机的间隔保持同样的大小的同时，还要和长机一起拉起，做一个垂直面的动作。这个对我们飞行员来说，考验难度是最大的。何小丽表示，这些飞行表演动作除了好看以外，还具有很强的实战性。其中主要是以我们6号机的小速度平飞，这个是体现我们所飞机型的机动性能。第二个是我们的5号机的，然后垂直横滚拉起，这也体现了我们在空中作战的时候快速、迅速的以垂直面的改变，然后摆脱敌机，来根据更贴切实战。作为一支以超音速歼击机作为表演机型的飞行表演队，81飞行表演队已历经7次换装，今年更是换装歼10C 作为表演机。今年的长春航空展也是我们全面换装歼10C之后首次在国内航展上面的亮相。这对于我们表演队来说，每一名飞行员，可以说是挑战更大，极限更大，因为全状态的歼10C，它的操纵性能和操纵样领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值得指出的是，81飞行表演队不久前刚换装歼10C，5月份就前往马来西亚参加第16届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那么他们是如何在换装后迅速形成表演能力的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用双座机和歼10C，然后配对，然后一点一点摸索，到最后的同样就长僚机都是歼10C来配对，然后一点一点经过空中不断的训练和摸索验证，然后最终以快速的时间来形成了表演战斗能力。2005年，中国空军首次从应届女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了35名女歼击机飞行学员。2009年4月，这批女学员中的16人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她们成为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何小丽就是其中一员。
在采访过程中，何小丽向深圳卫视记者讲述了加入飞行表演队的初衷。然后，飞行表演队可以说是飞行员最高学府、最高殿堂，也是能展现飞行员技术的最好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当我在飞行员这个行列中，我的梦想就是我能到表演队。我们飞行表演队也是和平使命歌，我们经常参加国内外各大航展、各种平台。这不仅是为了展示我们自己的技术，因为更多的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力量，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技术过硬的平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何小丽坦诚，作为一名女性飞行员，在表演队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不过，她和队友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作为女飞行员，本来女性和男性天生的肌肉含量决定了我的肌肉力量不如男性，这是我们所有女性必须承认的。但是我们飞行员有一股劲儿，尤其是女飞行员，我们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中国女性能撑起半边天，男性可以，男飞行员可以，我觉得我也可以。我们会专门在进行体能训练，尤其是加强力量训练，把自己的不足弥补出来，这样来体现，才能把自己的飞行技术过硬，在整个团队上面